所以最後給大家一個實用的結論，你要多品牌兼容手機快充，一台頂4台，這個很好用。你要長期極限滿載，把它當100瓦的長期穩定來理解。各位大家好啊，這個是被你們催出來的測試片，米物出品140瓦4口充電器來了，先測後拆，老規矩走起啊。參數表誰都會背，但是各位老鐵們更關心的是100瓦功率到底能夠扛多久，協議兼容是不是全家桶，還有關鍵的高功率持續輸出時的溫度降閾策略，以及多口會不會斷連，這些才是日常體驗裡真正要命的點。咱們測試片先不下結論，直接按流程把數據跑出來，至於它為什麼行或者為什麼不行，留到拆解片再把電路證據一條條攤開講清楚。咱們話不多說啊，先開箱。包裝盒藍色色調的盒子，產品的實拍圖片，下面的產品的特色 CA514 Pro， 這個應該是產品的代號吧。米物的 logo， 背面是充電場景圖片和規格信息、條碼信息。我們直接打開包裝盒，使用說明書同時也是保修卡。充電器本體配了一根 CC 線啊，編織材質的。我們把充電器拿出來，充電器個頭不大，第一感覺手感還是不錯的。新國標折疊插腳的設計，140瓦的 logo， 氮化鎵快充充電器的標識，米物的 logo， 產品的代碼。這是屏幕區域，黑色半透明的塑料，還有一個觸控的小圓圈。充電口這一面是光面透明的蓋板，3個 C 口內部舌片都是藍色， A 口內部舌片是黑色。每一個充電口上面都有功率標識啊。這上面還有一個 ID3 的標識，充電器的高度63毫米，連折疊插腳高度79毫米，充電器的寬度也是63毫米，這相當於是一個正方形的啊，厚度為35毫米。充電器連包裝盒一起重量355克，連線材一起重量266克，這一根線材為40克，單充電頭重量225克。配套的這根線材端子的材質為合金的，上面有米物的英文 logo， 另外一面則有120瓦和6安的標識。同時這個 Type-C 頭子上面還有數字編碼啊，附帶一根魔術扎帶，便於收納。線材整體的柔軟度還行吧，編織網的做工細節也還是可以的。線材的直徑4毫米，護套的寬度10毫米，厚度為 5.8， 高度為19毫米，整根線材的長度大約是1.5米，多了40毫米。咱們老規矩啊，測試之前先來看它的規格協議。產品名稱米物 CA514 Pro 智顯充充電器，產品型號為 ICA1404， 輸入參數110至240伏全球電壓，輸出參數 CEC2 口最大輸出功率28伏5安140瓦， C3 口輸出最大功率45瓦， USB-A 口輸出最大功率22.5瓦，總輸出功率140瓦。認證標識信息：室內使用，雙路絕緣，3C 認證，循環10年，海拔小於2000米使用，非熱帶地區使用，請勿扔向垃圾桶。3C 認證信息咱們放在屏幕上，有需要的可以截圖。左下角則是生產日期和 SN 碼信息。這根自帶的線材不能夠把完全的協議顯示出來啊，我們是借助的另外一根240瓦的線材來測試的。首先是 Type-C 1口的協議，有高通 QC 3.0 的快充協議。華為 FCP 18瓦功率，華為 SCP 22瓦功率，三星 AFC 24瓦功率 ，PD 3.1 140瓦 EPR， 小米的私有協議100瓦 ，PD 3.1 點進去固定檔位有6個，最高是28伏5安140瓦 ，PPS 有2個5安的檔位啊 ，DCP Able 2.4 2個基礎協議。這個是 Type-C 2口檢測出來協議的情況啊，內部所包含的快充協議跟 Type-C 1口一模一樣。這個是 Type-C 3口檢測出來的協議情況，這個充電口多了一個融合快充33瓦，後面這4個協議跟前面2個充電口是一模一樣的。然後 PD 3.0 45瓦 ，PD 3.0 點進去，它顯示的是個0瓦，不知道是不是儀表的問題啊。DCP Apple 2.4 2個基礎協議，我們來看一下是不是儀表的問題啊。接入誘騙器可以顯示5伏、9伏、12伏、15伏、20伏，這都是可以的。這個 bug 就是儀表的問題啊。這個是 A 口檢測出來的協議啊。這個充電口所包含的快充協議，除了沒有 PD， 其他的協議跟 C3 口是一模一樣的。我們來插電看一下這個屏幕顯示的邏輯啊。上電以後，屏幕就會顯示米物的 logo， 然後有一個笑臉的標識。輕點的話就是選擇顯示的界面，依次是總功率界面，4個充電口分別顯示的界面，然後就是溫度界面。長按的話就是選擇屏幕顯示的方向，橫向顯示、豎向顯示，由大家自己選擇。規格看了，協議看了，
我們現在就是驗證它的充電兼容性啊。米霧屬於小米的生態鏈企業，它肯定是支持小米所有的手機。我們待會兒直接採集米家的120瓦充電曲線。我們先從華為手機開始 ，Type-C 一口啟動時雙閃快充啊 ，SCP 是沒有啟動的，這個對榮耀手機來說應該是個好事。我們看 C2 口，同樣是雙閃快充。我們再看 C3 口，啟動超級快充，這個充電口可以啟動，真實功率可以跑到19瓦左右。如果是華為手機的話，請大家用 C3 口或者是 A 口。我們用這個榮耀手機來驗證一下100瓦的 PPS。C1 口啟動100瓦 PPS，C1 口的功率只有32瓦左右啊。我換了一根線材，還是只有37、8瓦啊，應該是跟這個電量有關係。現在已經20多個電了。Type-C 2口同樣啟動 Max 100瓦的快充，功率也是在38、9瓦的樣子。Type-C 3口就是超級快充了啊。榮耀手機 C1、C2 口兩個充電口都可以用。我們再來看一下藍廠的設備啊，這個啟動的是高功率的 PPS 啊，大家看一下功率70多瓦了，100瓦的 PPS。我們再看 C2 口，同樣是啟動了100瓦的 PPS 啊。最高攀升到78瓦左右，這個功率算是可以的。我們再看 C3 口啊，這個充電口應該是走的 UFCS 吧，因為這個充電口裡面是有融合快充的，它會優先的走融合快充。藍廠的老款設備優先使用 C3 和 A 口，這一步是綠廠新款的，它可以支持 PPS， 也可以支持融合快充。超級閃充開啟，這是 Type-C 一口，功率可以走到27瓦左右。C2 口同樣開啟超級閃充。功率同樣可以走到27瓦左右。C3 口同樣是超級閃充，這個應該是優先啟動的融合快充33瓦，功率也是在27瓦的起始功率。我們後面採集它的數據，還是跟藍廠一樣的老款的綠廠設備，用 C3 和 A 口就可以了。還是老規矩啊，我這一台三星是老款設備，只看能不能啟動快充 2.0。Type-C 一口啟動快充 2.0，Type-C 2口同樣是快充 2.0，C3 口同樣是快充 2.0。A 口的話我們就不用看了，只要是能啟動快充 2.0， 功率在20多瓦到30瓦是沒有問題的。我說的是真實功率啊。看完它的兼容性，我們現在就是要看它的實際充電效果了啊。首先是米家的120瓦的私有協議，用這一部紅米 K70， 目前這個手機是沒有電的狀態，我們來採一個完整的充電曲線。這部紅米手機充電已完成啊，我們來看一下充電曲線圖。前面1分鐘為關機預充電，然後最高的峰值功率爬升到95瓦的真實功率啊，後面就是70瓦的功率，一共持續了10分鐘時間，然後調整功率，後面又是70瓦功率充了2分鐘，然後降到60瓦的功率充了幾分鐘，充到95%的時候調整了一下功率，然後逐漸的下降功率直到充滿電。這個手機從0到100一共花了26分鐘，小米120瓦澎湃秒充，速度確實是非常的快啊。給這個小米充電只有34攝氏度，溫度還沒有這個手機熱啊。測試的時候咱們室內14度左右。對於公版的100瓦 PPS 充電數據採集，我們就用這個藍廠的 iQOO Neo9S Pro 加。這個手機只有1%的電量啊，可以說也是一個完整的充電曲線。這部藍廠手機充電已完成，我們來看充電曲線圖啊。這個高功率的時間持續的是很長的，10分鐘左右。有2個峰值功率，一個是84瓦，還有一個峰值功率漲到94瓦。70瓦的功率可以持續2分鐘，後面是58瓦的功率啊，一共持續了8分鐘时間。到後面就是功率平台就有點波动了，後面12分鐘平均功率大概是在46瓦左右。充到90%，逐漸的下降功率，直到充滿電。這個手機完整的充電時間34分鐘，充電速度符合100瓦 PPS 的速度。這個100瓦的 PPS 還有優化的空間啊。給這個手機充電的話，充電器可體溫度在36.5攝氏度的樣子。測試的時候，我們室內溫度14度左右。我們現在就用這個綠廠的來拉它的33瓦的融合快充，看它的中功率表現會怎麼樣。目前這部手機的電量還有3%，我們直接充電採集數據。這部綠廠手機充電已完成，我們來看充電曲線圖啊。這個融合快充33瓦充電曲線，起始功率是26瓦，充到85%的功率為29瓦功率，整體是一個逐漸上升功率的模式，但是它有3個功率吊格啊。85以後就逐漸的下降功率，充到95%就轉為5伏的涓流充電。這個手機從3%的電充到100的電，一共耗時1小時13分鐘，符合融合快充充電效果。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充電時候最高的溫度啊，採集線採到它可體溫度為36攝氏度，測試的時候咱們室內溫度15度左右。看完這個充電器安卓的充電表現，我們現在就是看它 PD 公版的充電表現了啊。首先是用蘋果手機來看它的 PD 充電曲線，
這個充電口的話，我們就用 C3 口，因為蘋果手機用45瓦的功率級別就夠了。目前這個手機是沒有電的狀態，我們直接充電採集數據。這部蘋果手機已經89個電了，我們來看充電曲線圖。充開機以後，峰值功率充到34瓦左右。這個充電曲線等於是充成了5個階段啊。第一階段是27-8瓦的功率，持續了12分鐘左右，降到26瓦左右的功率，充了大概4-5分鐘，然後再降到21瓦的功率，充了7-8分鐘，15瓦的功率充了7分鐘，最後9瓦的功率充了3-4分鐘時間，充到80%，就轉為5伏的基礎功率進行涓流充電。這個手機從0到80花了52分鐘，充電時間是標準的。給蘋果手機充電是沒有考驗的，充電器壳底溫度只有32攝氏度，測試的時候咱們室內溫度16度左右。現在是這個米雾140瓦，它的140瓦烤機啊，這次烤機我一共做了2次。我們來看充電曲線圖。第一次140瓦功率拉載，真實功率是137瓦，輸出了24分鐘就關斷了輸出啊。這個時候溫度採集線採到殼底的溫度只有48.5攝氏度。第二次140瓦也是137瓦的真實功率輸出，這次只運行了22分鐘左右，它就關閉了140瓦的功率。第二次採集到它的溫度最高是47.5攝氏度，也可以說是48度吧。這個140瓦2次熱像儀採集到的溫度都是差不多的。充電器這一面的溫度是58.5度，採集線附近53.9攝氏度，充電口附近只有65攝氏度。這是這個米雾140瓦100瓦烤機的情況啊。我們看充電曲線圖，非常平直的曲線，真實功率是97瓦，一直持續輸出了2個半小時以上啊，到現在還在持續的輸出。還是老規矩，我是把這個溫度曲線拉平直了，我才會停下來。採集線載到殼體表面溫度是60.5攝氏度，熱像儀採集到充電器這一面的溫度為66.3，採集線附近65.3，充電口溫度為78.2攝氏度。測試的時候，咱們室內溫度16度左右。通過烤機測試，我們可以看到20多分鐘140瓦輸出能力是工程師設定的这個充電器的工作閾值，為的就是延長這個充電器的使用壽命。關於多口充電器的功率分配，大家始終要記住啊。首先要找出共用模塊，也就是說 C3 和 C4 口這2個充電口它是不是共用的。我们來看這個 C3 和 A 口。C3 口我們先啟動它的45瓦功率，這個時候我們接上 A 口看一下就知道了，馬上斷聯變成5伏的基礎功率。這一邊同樣是走5伏的基礎功率。拔掉 C3 口 ，A 口它也會斷聯一下，這個時候 A 口就拉到它的最大的18瓦的輸出功率啊。我們先來看一下3台 PD 3.0 的設備同時使用有沒有斷聯的情況。C1 口我們先啟動 PD 3.0 的65瓦，這個時候我們接上 C2 口，沒有斷聯，功率調整了一下，2個充電口都是走到60多瓦的功率啊。這個時候我們再接上 C3 口，同樣是沒有斷聯 ，C1 口紋絲不動 ，C2 口它調整了一下功率。C3 口就是走到20瓦的功率啊，總功率的話還是120多瓦在輸出。PD 3.0 狀態下它是不會斷聯的。我們再來看 PD 3.1 的設備同時使用會不會斷聯啊 ？Type-C 1口已經啟動了140瓦，我們接上 Type-C 2口，儀表熄滅了一下，2個同時都啟動了20伏的檔位，也就是從 PD 3.1 切換到了 PD 3.0。我們再接上 C3 口。這個時候它就不會斷聯了，因為現在狀態已經是 PD 3.0 的狀態了啊，還是跟剛才一樣的總功率120多瓦。如果再接上 A 口的話 ，C3 口這一邊會斷聯變成基礎功率，這個我們就不用試了。我們現在對這個充電器自帶的這根編織線，它的基礎數據做個測試啊，後續拆解片的時候直接拉力拆解。這個是儀表讀出來的內部 eMark 芯片的信息啊，被動型數據線，方案是用的小米，供電能力只有20伏5安100瓦。所以大家剛才看我烤機測試的時候是用了其他的線材。輸力規格是 USB 2.0， 下面則是芯片版本信息。這根 1.5 米長的線材，它的線阻大約是125毫歐，長度 1.5 米，這個層級算是可以的。關於這個線材的壓降值，我們測試5伏和15伏就可以了。5伏1安的壓降值為 0.13 伏的樣子，5伏3安壓降值大約是 0.39 伏，15伏1安壓降值 0.13 伏。15伏3安壓降值 0.39 伏，20伏5安100瓦功率負載，損耗功率約3瓦。這台米雾140瓦智顯秒充充電器，它支持的是100至240伏的全球電壓，轉換效率怎麼樣？我們馬上來進行測試啊。首先是110伏60赫茲的狀態啊，屏幕亮起的時候，它的待機功耗約為 0.76 瓦，
屏幕熄掉以後，經過10多分鐘測試，它的待機功耗大約是 0.47 瓦的樣子。15瓦功率的時候，110伏輸出 18.9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14.7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 78%。27瓦功率110伏輸出 30.8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26.2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 85%。36瓦功率110伏輸出 40.5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35.2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 87%。45瓦功率110伏輸出 50.1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44.2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 88%。60瓦功率110伏輸出 66.1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59.3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 90%。100瓦功率110伏輸出 109.7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97.9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 89%。140瓦功率110伏輸出 154.8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138.1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 89%。現在是220伏50赫茲的狀態啊。屏幕亮起的時候，它的待機功耗大約是 0.85 瓦。屏幕熄掉以後，經過10多分鐘測試，待機功耗約為 0.53 瓦的樣子。15瓦功率220伏輸出 18.95， 也就是19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14.7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 77%。27瓦功率220伏輸出 31.1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21.1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 84%。36瓦功率220伏輸出 40.8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35.2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 86%。45瓦功率220伏輸出 50.4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44.2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 88%。60瓦功率220伏輸出 66.3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59.2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 89%。100瓦功率的時候，220伏輸出 108.7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97.8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 90%。140瓦功率220伏輸出 152.3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138.1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 91%。這個米物140瓦文波表現會怎麼樣？是各位老鐵們最在意的啊，我們拭目以待。首先是這個充電器 Type-C 一口的文波，15瓦功率的時候，文波最高 96.9 毫伏，平均文波 81.4 毫伏左右。27瓦功率，文波最高 139.5 毫伏，平均文波130毫伏左右。36瓦功率，文波最高 145.4 毫伏，平均文波136.5毫伏左右。45瓦功率，文波最高 147.4 毫伏，平均文波137.7 毫伏左右。60瓦功率，文波最高 162.5 毫伏，平均文波137.3 毫伏左右。100瓦功率，文波最高的时候 210.2 毫伏，平均文波 192.6 毫伏左右。28伏5安140瓦最高功率啊，文波是 207.3 毫伏，平均文波 183.5 毫伏左右。我们再来看这个充電器 Type-C 2口的文波，15瓦功率的时候，文波最高 80.5 毫伏，平均文波69毫伏左右。27瓦功率，文波最高88毫伏，平均文波 80.7 毫伏左右。36瓦功率，文波最高 96.6 毫伏，平均文波88毫伏左右。45瓦功率，文波最高 102.3 毫伏，平均文波90毫伏左右。60瓦功率，文波最高 110.3 毫伏，平均文波89毫伏左右。100瓦功率的时候，文波最高 169.7 毫伏，平均文波150毫伏左右。140瓦功率，文波最高的时候 194.9 毫伏，平均文波170毫伏左右。我们现在测试 Type-C 3口文波，15瓦功率，文波最高 72.2 毫伏，平均文波 60.8 毫伏左右。27瓦功率，文波最高 101.8 毫伏，平均文波97毫伏左右。36瓦功率，文波最高 114.7 毫伏，平均文波 111.1 毫伏左右。15伏档位45瓦功率，文波最高 121.97， 也就是122毫伏啊，平均文波 117.4 毫伏左右。20伏档位45瓦功率，文波最高的时候 82.5 毫伏，平均文波 79.1 毫伏左右。我们再来看 A 口的文波啊，15瓦文波最高的时候 64.8 毫伏，平均文波 54.5 毫伏左右。9伏档位18瓦功率，文波最高的时候 72.8 毫伏，平均文波 69.4 毫伏左右。12伏档位的18瓦功率，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76.8 毫伏，平均文波73毫伏左右。兄弟們，這台米物科技140瓦自顯秒充充電器整體的結論很明確啊，它的協議覆蓋做得很全，手機快充場景很省心，但在長期滿功率能力和高功率文波上，它更像一台偏穩健取向的小體積桌面選手。
它屬於插上就可以亮快充的那一類。小米私有協議120瓦，榮耀 vivo 的100瓦 PPS，OPPO 的33瓦融合快充和 PPS， 三星快充 2.0， 再到華為的22.5瓦都能夠跑通。實測方面，小米峰值能到95瓦。PPS 100瓦峰值也可以到94瓦，而且在室溫15度的環境下，可體溫度30多度，說明它在手機快充這一檔調教是偏穩的，不是那種一上來就猛衝，隨後瘋狂掉檔的性格。但講到140瓦這3個字，咱們就要客觀一點，滿功率140瓦烤機2次都是20多分鐘關斷保護，反過來100瓦是可以連續跑2個半小時不斷功率。換句話說，140瓦更像是峰值能力，長期更靠譜的平台是100瓦級別。效率方面，2個電壓檔位都是86，140瓦110伏的時候89，220伏可以到91%，這個成績符合預期。文波方面咱們不避諱啊，直接說端口差異非常明顯 ，C3 和 A 口文波非常的平直，穩定性像蘋果原裝的那種穩態輸出波形。C1 口和 C2 口在高功率段文波抬得更明顯，這個還是由於體積的原因啊，體積越小功率越大，濾波和布局的餘量就越少。140瓦擠進這麼小的體積，電流一跑起來，噪聲也想出來透透氣啊，所以高功率段文波更容易抬頭。但是從工程常識講，功率密度越高，要做到全口一致的穩態低文波，成本和難度都會直線上升。所以最後給大家一個實用的結論，你要多品牌兼容手機快充，1台頂4台，這個很好用。你要長期極限滿載，把它當100瓦的長期穩定來理解。至於它為什麼會形成這種端口分層以及140瓦關斷背後的熱與電路邊界拆解篇，我們把外殼打開，用電路證據把答案講透吧。測試為了了解，才是為真相，認真車載客觀輸出。我是離火車載，非常感謝各位兄弟們一直以來的支持和鼓勵，有你們的陪伴，才有我一直踩下去的動力。這期視頻謝謝大家觀看，咱們下期視頻再見。